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朋友圈有几千个好友，聚会一个接一个，但每当深夜回到家，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却比出门前更重。你拼命想挤进某个圈子，笑得脸部僵硬，最后却发现自己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背景板。很多人以为人脉就是认识的人多，但真相是，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，你认识谁都没用。3000年前的易经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在易经中有一个专门讲社交与归属的卦，就是第8卦水地比。这是一个关于选择与被选择的卦象，它会告诉你为什么有些人能一辈子贵人不断，而有些人却总是在无效社交中虚耗生命。今天我们把这一个卦读透，帮你重塑社交观，让你从此只做最有价值的链接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卦的形状，上面是坎卦，代表水，下面是坤卦，代表地，这就是水地比。你想想看，水流在地面上，是不是会自然地向低洼处汇聚？水与大地紧密相连，互为依托，这就是比的本意，亲近、追随、并肩、辅助。在社交中，这叫同频共振。但要注意，易经给出的卦辞非常有意思，比、吉、元氏、元永贞、五救、不宁方来、后福凶。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，简直就是社交心理学的精髓。它告诉我们，想要吉祥，必须具备3个条件。第一，元氏，你要反复考察自己的动机和对方的品质。第二，元永贞，这是一场基于长远利益和正向人格的长跑，不是短期投机。第三，不宁方来，真正优秀的合作者是在不安中寻求稳定的，而那些最后才支持加入的后夫，往往没好果子吃。这就像是在风口来临时，你犹豫不决，等大家都赚到钱了，你才进场，那你不当韭菜谁当韭菜？大象传说，地上有水，比先王以兼万国，亲诸侯。这句话格局极大，古代君王看到水在地上流动，意识到这就是凝聚力的象征，所以他们用这种智慧来建立国家，亲近各方诸侯。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就是在讲核心影响力。无论你是公司的执行长，还是一个小组长，甚至只是家庭中的一员，你不能靠权威去应压别人，而要像水滋润大地一样，给予别人价值。你要建立一个生态位，让别人都愿意主动围绕在你身边。记住，真正的社交高手从不求人办事，而是吸引别人来与他合作。这种从利我到利他的转变，就是比卦的核心哲学。接下来我们将通过6个爻辞解析如何应对人生的社交起伏。我们来看第一爻，初六有福比之，无咎有福应否，中外有他吉。福就是诚信，否是古代装酒水的瓦罐。这句话说，带着诚信去社交，就没有灾祸。当你的诚意像瓦罐里的水一样满溢出来时，意想不到的吉祥就会降临。在现代生活中，这就是你的社交名片。很多人在社交初期喜欢包装自己，把自己吹得很厉害，或者带着强烈的目的性。但易经告诉你，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诚信。你可能没有华丽的衣着，只有像瓦罐一样朴素的身份，但如果你说话算话，做事踏实，那些真正的大佬反而会一眼看中你。小聪明只能让你混进圈子，大诚信才能让你留在圈子。这是社交的第一阶段，别耍心机，诚意是最高级的套路。到了第2爻，六二比之自内，真吉。这一爻的智慧足以治愈99%的社交焦虑。它的意思是，亲近和联合要从内部，从自我出发，兼之正道，就是吉利的。在职场或生活中，你是不是常想着，我得去讨好某某领导，或者我得巴结那个有资源的人？六二爻告诉你，这叫外求，真正的成功是内求。如果你自己是一口井，甘甜的水自然会吸引路人。如果你只是一片荒地，你再怎么求水，水也会流走。所以
当你感觉被圈子排挤，被同事孤立时，不要去哀求，回去打磨你的技能，修炼你的心性。当你足够强大，比之寺内，那些资源会自动找上门。最好的社交状态是你有随时离开的底气，也有被需要的价值。第三爻63，比之匪人。这4个字简直如雷贯耳。你亲近的是不该亲近的人。这里的匪人不一定是坏人，而是指那些价值观不合，消耗你能量，甚至会把你带进阴沟的人。生活中有太多的匪人，整天抱怨、传播负能量的同事，只会画饼压榨你的主管，或是那些只会吃喝玩乐、毫无上进心的所谓朋友。63爻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因为你在一个错误的圈子里，你越努力合群，你就堕落得越快。这时候已经给你的建议只有一个：撤。哪怕你现在孤身一人，也比在垃圾堆里腐烂强。记住，你的时间和精华应该留给值得的人。高质量的孤独远胜过与匪人为伍的狂欢。经历了前3爻的摸索，到了64，你终于上路了。64，外比之，贞洁，这与62的那相对。当你内功修炼好了，现在需要去外面寻找真正的良师益友。在古代，这叫贤臣择主而事；在现代，这叫入对行，跟对人。64爻代表的是一种向上的社交，你要主动去亲近那些比你优秀、格局比你大的人，不要害怕被拒绝。只要你心存正道，你的才华会被看见。这是一个向外拓展的阶段，你需要一个平台，一个能让你发挥才干的团队。如果你正处于职业选择期，这一爻给你的建议是看人，特别是看领头人。一个好的领导能带你走出一条坦途，这不是巴结，这是资源的优化配置。现在来到了乾卦的最核心，95闲弊。王用3缺，失前秦，一人不戒，吉。这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比喻。古代君王狩猎，只从3面围堵，留出一面让猎物逃走，这叫开网之恩。这代表一种大气与从容。真正的高手在建立圈子时，从不强求任何人。你想跟住我，我热烈欢迎并赋予你价值；你想离开我，我也绝不拦阻，送上祝福。这就是失前秦，跑掉的猎物我不追，留下来的我善待。这种境界叫做来者不拒，拒者不追。在团队管理中，这能让下属感到自由和尊重；在人际关系中，这能让你显得无比尊贵且有魅力。当你不再试图控制别人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拥有了吸引别人的魔力。这就是闲笔，一种光明磊落、进退有度的社交最高境界。最后一爻上6，也是乾卦的警钟，比之无首，凶。什么叫无首？有一种解释是，你加入的太晚，错过了核心圈层，没有领头人拦你一把。2是你自己摇摆不定，始终各定见，这叫社交中的拖延症。这就像是一个好项目出来了，你观察了半年，犹豫了3个月，等市场都饱和了，你才冲进去。或者你想跟某位大佬合作，你思前想后，怕这怕那，最后人家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伙伴。上6爻告诉我们，社交和合作是有窗口期的，犹豫不决的人最终会落得孤立无援。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醒，在看准了对的人和对的事之后，一定要果断出手，不要等到无手之时才后悔莫及。回看水地比着6爻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，从初6的诚信出发，到62的自我修炼，避开63的损友，寻求64的良师，达到95的从容豁达，最后警惕上6的优柔寡断。易经的智慧从来不是教你耍诈，而是教你如何顺应规律。所谓的比，本质上是价值的置换与人格的吸引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圈子。如果你现在觉得社交很累，请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是在外求还是在内求？我身边的是比之匪人还是闲笔的大佬？那么你在社交中遇到过那种让你如鱼得水的贵人，
还是让你避之唯恐不及的废人呢？对于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这句话，你有什么深刻的体会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社交故事，我们一起在易经的智慧中活得更通透、更自由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